应该是当代小辈。他说他叫无名，但我觉得应该是假名字。赵听雪道：无名，不管真假，这名字倒挺有个性。赵老八叹道：他还有一个朋友是修武者，虽然弱于他，但也有些实力。赵苍劲与其交手，也只是险胜。赵听雪又道：哦，叫什么？赵老八问。是个结巴，叫吴德。赵听雪道：吴德，这一听就不是正经人。他们既是朋友，便是一丘之貉，个性是有了，可人品有待商榷啊。赵老八笑道。见状，赵竹英等人也都笑了，他们都听得出来，赵老八是开玩笑的。赵老八的性格本就如此，至于拘谨，是赵听雪他们自己的问题。比如赵竹英在自己这位父亲面前，就从来不会拘谨，反而很是放肆。走了一段路程后，这浩浩荡荡的战船舰队便停了下来，外面也是传来老者的声音：回禀族长大人，找到了，走。赵老八放下手中的竹筷子，率领众人走了出去，而浮现在眼前的自然也是一望无际的一座座山头。而赵老八手掌自乾坤带划过，便出现了一张卷轴，卷轴打开，那上面的画面有着18、19座山头，中间一座，其余18座如护卫一般，将其护在当中。虽说眼下望去是一望无际、密密麻麻的山头，可却也能从中找到与画卷一样的景象，这便是他们所寻找的。布阵！赵老八一声令下，赵氏先族那些早就严阵以待的长老们便立刻动手，开始在那18座山头动手。可偏偏被守护在中间的那座山头没有动任何手脚，而赵老八等人的目光则是锁定在中间那座山头之上，因为那一座才是他们的目标。父亲，这就是你精心为我挑选的山头啊？赵竹英问道。没错。竹英满意吗？赵老八问道。这不是第2难的吗？我想挑战最难的。赵竹英道。我的乖女儿，据我族记载，最难的远古之时只有3人挑战成功。赵老八道。我知道，是将远古时期推向鼎盛之时的鼎盛3帝。莫非父亲觉得我不能与鼎盛3帝媲美？赵竹英说道。不，为父觉得我女儿是可以超越那传说中的鼎盛3帝的。赵老八此话一出，赵竹英却笑了。也就父亲你这么觉得吧，我可没那个本事，我有自知之明的。其实连这第2难的山头我都没把握。父亲真的要挑战这个吗？赵竹英问道。我的乖女儿，如今这血脉机缘山所剩力量已是不多，你若是连这第2难的都挑战不成功，那你的血脉也无法蜕变，甚至连一点变化都不会有。这血脉机缘山可是咱们赵氏先祖于远古时期花大价钱从界灵大帝那里收购来的，为的就是当我族出现惊为天人的天才时，压住在他身上。为父决定开启血脉机缘山，就是将他压在你的身上。你若不能成功，那你父亲可没脸下去见咱们赵家的列祖列宗了，怕是要永生永世被钉在耻辱柱上，被后辈们唾弃了。赵老八说到这里，赵竹英赶忙伸手，得，我开启他便是了，但我不敢保证成功，只能尽力而为。好的，我的乖女儿，尽力就行。赵老八连连点头，可转头他便看向了赵道斌，一个眼神，赵道斌便领会到了什么，便纵身离开此地。很快，战船纷纷散去，似是有大事要做。于是这里便只剩下了赵老八等人所在的这一艘战船，可却没人觉得慌张。先不说那些布阵的人都是赵氏先族的顶尖强者，其实赵老八一个人便足以让他们高枕无忧。要等很久吗？赵竹英问。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别急，反正有着大把时间。赵老八道。与此同时，楚风等人还在寻找4座最高难度连在一起的山头，他们并没有一直前行，而是兜兜转转，尽量不错过任何角落。在此期间，许多人都已经领会到那山头上有阵法，获得血脉机缘山力量的关键就是开启山头。自然也有大量的人开始尝试，因不懂山头也是有资源要求的，所以大多数人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人将会被直接传送出血脉机缘山。眼下楚风等人所前行的方向也有不少人到达，而有人的地方便难免会有冲突，这里便正在发生着冲突。而冲突的主角也算是楚风的一位朋友，苍穹仙宗最强天才秦玄。只不过眼下的秦玄却没了往日的风采，他痛苦地趴在地上，嘴角的鲜血不断溢出，可他却咬牙切齿，满脸愤怒地想要挣扎起身，只是那踩在他脑袋上的脚却使得他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脚的主人是一个驼背的矮老头，老头面容猥琐，却穿着道袍，而周围与他穿着相同道袍的人不在少数。这件事发生有些时间了，因此单纯围观的人数更是很多。莫说地上，天上都站了不少身影，因为他们都认得秦玄，其中一些人还认得这老头乃是蓝霞道观的掌门。这蓝霞道观的人当年与秦玄结仇，蓝霞道观掌门本是去给道观的人撑腰，结果发现得罪的竟是苍穹仙宗的秦玄，吓得跪在秦玄面前认错。毕竟蓝霞道观在苍穹仙宗面前跟一只蚂蚱差不多，自然不敢得罪苍穹仙宗。可也正因如此，人们对于这蓝霞道观掌门的寻仇也毫不意外，毕竟今非昔比，苍穹仙宗被人屠灭得干干净净，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秦玄已是没了依靠，就算秦玄是当今修武界人尽皆知的小辈天才，可这蓝霞道观掌门多年之前便已踏入9品真神，尽管秦玄的修为也达到了8品真神，却能够提升战力，可不管如何交手，却都不是这蓝霞道观掌门的对手。就在刚刚，人们知晓答案，原来这蓝霞道观掌门已是踏入了真神境，这就难怪秦玄有提升3品修为的手段，却也不是其对手了。
半神就是半神，不可能是真神的对手。秦玄听闻神体天府的宇文言日早已踏入真神境，怎么你还是半神啊？你不也进入了神之时代吗？依频道来看，你这天才之名水分很大啊，没了苍穹仙宗，你连屁都不是。蓝霞道观掌门言语之中尽是羞辱，蓝霞道观众人也是在旁观看冷嘲热讽，围观中人虽有对此心生不满之辈，可碍于修为太弱，却也不敢声张。何况心生不满的还是极少数，大多数不仅没有不满，反而看得很是过瘾。修武界的许多人就喜欢看强者倒下的戏码，不落井下石踩几脚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帮秦玄说话？可不巧的是，这一幕却被搜寻山头的楚风等人看到。尽管距离很远，尽管出手就会暴露身份，可楚风却也顾不得这么多，直接从战船飞掠而出，直奔此地飞掠而来。有种就杀了我，不然我一定灭了你的道观！秦玄咬牙切齿地咆哮着：“杀了你，让你死得这么容易，岂不是便宜了你？贫道要让你做我的狗，但我不喜欢你乱叫，先割了你的舌头！”蓝霞道观掌门掌心一翻，出现一把长剑，便向秦玄的嘴巴刺去。噗，鲜血喷溅，所有人呆住了，包括秦玄以及那蓝霞道观掌门。蓝霞道观掌门握剑的手臂竟直接被斩断，那断臂还在空中飞着。是要我动手，还是你自己把脚从我朋友头上一开？就在此刻，楚风声音响彻，他就站在那蓝霞道观掌门身后。楚风看到楚风，众人大惊。如今这修武界有谁会不认得楚风？那蓝霞道观掌门满面惊恐，眼前这位可是连7届圣府都敢得罪的人物，他岂敢得罪？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楚风已率先开口：“看来你是要我动手。”唰，楚风手臂一挥，那蓝霞道观掌门双腿也被斩断。而与此同时，又有3道身影接连飞落而下，站在了楚风的身后，正是追赶而来的小鱼儿、王强以及仙海少羽。仙海鱼儿、仙海少羽、仙海鱼族不是被灭了吗？他们还在世啊！看到仙海少羽和仙海鱼儿，许多人感到更加意外。谁说我仙海鱼族被灭了？就在此刻，3道身影无声无息出现在了楚风几人身后，正是小鱼儿的父母以及爷爷。拜见仙海鱼族族长。见到这3位，所有围观之人下意识的便是施以大礼，毕竟这3位那可是当修武界最名声赫赫的存在，尤其是仙海鱼族族长，更是被誉为仅次于界天染的人物。楚风已将秦玄搀扶了起来，且将一颗丹药放入了他的口中。楚兄，又欠了你一个人情。秦玄面露惭愧之色，说这些干嘛？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与你有何恩怨？楚风问道。几年前，我曾撞见过这蓝霞道观的弟子与长老欺负妇孺，便直接出手斩杀。后来这蓝霞道观掌门前来寻仇，发现是我，便跪地认错，还教训了前去告状的弟子。我以为他这掌门是个好人，可刚刚再度遇到他，他便直接对我出手，还说出当初之事都是他指使，怪我自己愚蠢。我确实愚蠢。秦玄苦笑一声，这样啊，那我知道了。楚风大袖一挥，所有蓝霞道观之人皆是身首异处，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留。这一幕将围观之人吓得不轻，偏偏楚风的目光也是扫向在场之人。记住，秦玄是我楚风朋友，谁想找他麻烦，我楚风不会阻拦，但被我知道，后果自负。不敢，不敢，我们不敢的。胆大的也是吓得开口表态，胆小的更是吓得直接跪在了地上，生怕楚风看他们不爽，将他们也都宰了。只是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楚风等人已是消失不见，是回到了那艘战船之上。唉，上头了。楚风忽然叹道：“咋的了？”王强等人不解，刚刚只想着为秦兄出口恶气，但将他和我拉到一起，可能不是福儿是祸了。楚风说道：“楚风，我知道你担心什么，7届圣府是吧？若不是你，我今日就已经死了。我还惧怕7届圣府做什么？你们就是我秦玄的朋友，7届圣府既是你的敌人，那便也是我秦玄的敌人。”秦玄话到此处，却又看向仙海鱼族族长：“仙海族长大人，我听闻仙海鱼族也遭遇了不测，莫非是假的？”秦玄问：“仙海鱼族族长点了点头：“秦兄，苍穹仙宗的事我可以作证，此事与图腾龙族无关。”楚风说道：“我知道，因为那件事不像是图腾龙族做的，没有一点图腾龙族的痕迹。图腾龙族如果真的要复仇，根本没必要这样做。”秦玄说道：“秦玄啊，有些话可能说了你不爱听，可既然是朋友，我还是要说，苍穹仙宗根本就没把你当自己人。苍穹仙宗宗主那更是一个恶心透顶的家伙。神之时代遇事小辈之后，各方实力都全力培养小辈，你理当获得最高资源。可苍穹仙宗宗主他……”王强本想劝秦玄，可秦玄却突然道：“我懂，我又不傻，宗主待我如何，我比谁都清楚。可就算苍穹仙宗待我不好，却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若不是在苍穹仙宗长大，我可能早在其他地方被人打死了。何况苍穹仙宗那么多人，据我所知，便有不少心善之人，他们不该被杀。所以这件事我不会善罢甘休。若知道是谁犯下的这罪孽，我必然不会放过他。”秦玄道：“秦玄，我也经历过类似的处境，但我比你幸运，我的族人都还安在，我帮不到你什么，但这些你应该用得到。”仙海少羽拿出了自己的一些资源给秦玄：“我这里也有一些。”小鱼儿也将自己的资源拿了出来：“我的。”王强同样拿出了一些，不仅是自己获取的，也有从楚风分得的资源的
一小部分，这使不得啊，这资源很难获得的。秦玄连连摇头，可任凭是谁都看出他是不好意思要，实际上非常渴望。当初同辈天才都得到了家族与宗门的大力扶持，几乎都踏入了真神境，唯有他还在半神。他太渴望变强了，你就拿着吧。需要客气的朋友，便不是可以依靠的朋友，除非你不把我们当朋友。楚风也是劝道，因为他知道仙海少羽他们很有分寸，虽然拿出了一些资源给秦玄，但却也保证了自己可以开启最强的山头，是不影响自己的前提下，对秦玄的帮助就是和我们客气什么？拿着吧！王强与小鱼儿等人纷纷劝道，还强行将资源塞到秦玄手中。秦玄则低头不语。可忽然，所有人都不由一怔，秦玄抽泣起来，眼泪也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楚风等人都没再说话，可心中却不由得一阵心酸。楚风还记得初见秦玄时意气风发的模样，那时他是苍穹天河霸主，苍穹仙宗的最强天才。可一转眼，苍穹仙宗被灭，他不仅没了归宿，也没了依靠，连那种以前看到他被吓得屁滚尿流的小门小派都敢踩在他的头上，这种落差确实难以承受。而这种时候，楚风等人的出现宛如一道光，让他发现这世界上还有人不因他的身份而对他好。他不是委屈，他是感动，甚至是看到了生的希望。不好意思，我太没出息了，只是我真的忍不住。秦玄抬起那泪流满面的脸，很是抱歉地说道。楚风抓住秦玄的肩膀，兄弟，没事，想哭就哭，这没什么丢人的。这天下没规定男人不能哭，但哭过之后擦干眼泪，该干的事还要干，再大的困境能挺得住才是真男人。楚风道，秦玄没有多言，却重重的点了点头。